连长，命令下来了吗？水号，紧急集合。我手1、2、3、4、连长同志，一排应到34人，实到34人，列队完毕。报告连长，2排应到35人，实到33人，列队完毕，请您指示。报告连长，3排应到34人，实到34人，列队完毕，请您指示。报告连长，机炮排应到29人，实到29人，列队完毕，请您指示。全体坐入，立正，不进。一，人类行装，除了武器弹药干粮之外，其余的一律留在营地。2，行军期间严格执行纪律，令行禁止，拉屎撒尿要报告，不许擅自离队，不许交头接耳，没有命令不许开枪，不许暴露目标。各党小组和战斗小组要负起责任来，听见了没有？听见了。小鹿怎么还没有回来啊？教导员不带他们弄车去了吗？就算小鹿靠不住，教导员肯定靠得住。没时间了，不等了。教导员还没回来呢，没有车我们怎么走？用腿走，出发。沿着公路走，速度会快很多，但是目标太大，白天敌人的飞机太猖狂，走山路又太慢，会被敌人的轮子追上。快了慢了都不合适，越是撤离行动，越要计划周密。老美的机械化动作很快，这时候可能已经在行动了。我带一排沿着侧翼搜索侦查。不用那么麻烦，接到命令的都是一线部队，和敌人一直没有脱离接触。这么大规模的撤离，先走的一定是司政后警官，还有非战斗人员。这些人走不快，这10有8、9是要坐车的。也就是说，我们只要沿着公路的方向撤离，就不会离开主力的撤离路线太远。姚润莲，你干什么呢？你听，没时间了，赶快走。哎，你听。我们在天亮之前必须要到达马平里一带，绕过鹰峰山之后，我们就进山，沿着山区走。白天敌人的飞机太猖狂，走不快。天黑之后，我们再回到公路上。这是猜测，需要确认。立刻行动，我负全责。快！来，快帮我一下，省长，快点，来，手给我。人都上齐了吧？还有121个在划船。走，得，往这儿。好些了吗？教导员怎么了？一个人在那里吃辣椒？他在和自己较劲。大家这不是都安全撤出来了吗？喝吗？他们连在华船那边打阻击，撤不下来了。他不想走，想留下，想和他们一起把血洒在这里。老钱，还有多远啊？还有10几公里吧，不远了。
那怎么不走了？油不够了。那边啊有个无人看护的补给点，我呀弄点油去。朱立新，哟，跟着老钱去看看前面情况。是。注意警戒。原地休息。别走远了啊！哎，这仗快打完了吧？就这儿，就埋在这儿。这地儿啊，不远也不近，平时很少有人上来，正好啊。那我洗把脸去。小心脚下。就这吧，就这吧，快点。有啥事儿？那是坦克吗？千山版本，美国鬼子的坦克。快点！这谁啊？这不捣乱的吗？肯定是小鹿捣的蛋，在哪儿呢？不是让他看着的吗？你快点吧，憋死了，尿都憋没了。什么情况？美国鬼子坦克，方位数量啊？射弹准方向，数量没数。准备战斗！分发装备，拿着！来，你真的看到坦克了？美国的，好多。来，来拿着！督察导员站出来！是男人的都站出来！江导员，江导员，梅子他们还没回来。一人一支枪，都拿子弹，没有枪的拿手榴弹。啊！拿枪！老白，怎么不说？
你跟车走，没有人压阵不行。原路返回，速度要快，我们顶不了多久。我不能走。少废话，有力气！快！不，自己烧子弹。所有人听着，能动弹的跟我走，到前面拐弯那个地方，把敌人堵住。蒙古团的都上车！上车！快点，快上车！快！蒙古团的都上车！快点！1班2班负责公路，是。其余的人警戒侧翼。恭喜！部队是个炉子，你这浑身上下100多斤，甭管什么废铜烂铁，扔进去滚一圈再出来，那就得是块钢。
离那挡着，什么都看不清楚，不知道谁打谁，现在连个动静都没了。应该是打完了，也不知道谁赢了，地形不明，看不见，听不着。我要是敌人的话，就躲在林子后头，把公路封锁得死死，谁过去谁死。迎风山这个位置卡得太要命了，硬冲太危险，我建议绕过去。咱们已经绕了一宿的路了，再绕的话，恐怕会被堵在口袋里。吴世密原地警戒，其他所有人等候命令。高进、李长河，跟我走。是是。班长，这敌人咋绕到咱们后头来了？咋回事啊？小心没大错，一会儿万一打起来，跟紧了我，看着阵仗，这次敌人怕是不好砍。3排打佯攻，走正面，沿着路切过去。我带1排的2个班。我们从东面那条水沟底部摸过去，然后绕到树丛后面，重机枪留下支援3排，把全连的波波沙调给我，让2排守住路口，做全连的预备队。机炮排负责指挥所有的重机枪和迫击炮，对3排进行火力支援。重机枪可以先打一练，进行一次火力侦察，然后补兵再上去。尿不失去突然性。20分钟后，3排会沿着公路两侧向树丛方向运动。如果敌人不开火，迫击炮和机枪就都不开火。等敌人开火之后，机炮排负责敲掉敌人的机枪。就这么办。马上出发。小心点儿，慢点儿。来往这边走，小心点儿。好，放下吧。身上有伤吗？后面有卫生员。没大事，就破了点皮。这一宿过去就能结痂了，不会留疤。你们人都在这儿啊？
认识啊？谁？啊，算是吧。老兵，从四川过来的。平西人，警察系的。他其实可以不用来的。他不会这么想。他想回部队。 想跟自己的连队死在一起，他应该在真正的战斗中像个英雄一样牺牲。有区别吗？至少他会快乐些吧。在战场上，你没有权利选择生死，但至少我们可以选择死的方式吧。你以为我们是为了什么而战斗的？ 都长得跟花骨朵似的。我爹是个铁匠，走乡串户，修修补补，赚的不多，日子还算过得去。关键是自由。华北失恋。 他被日本人抓到了矿上，然后呢？没有然后了。他死了？应该是吧。是生是死，什么时候死的，怎么死的，埋在哪儿，都不知道。对不起，没关系。生在这样的时代，谁都没有自由，没有生的自由，也没有死的自由。他其实可以选择的，他已经选择了。 5、6、7、8、9、10、11、12。队长，我怎么办？身上有伤吗？能走吗？那就跟着我走。 站！向看齐！敬礼！
壮心去打怪。怎么了？排长有点不对劲儿啊。从出发到现在，快2个点了，一句话没说过，口令也不下。带好队伍，注意隐蔽。是。走，快走，快走！隐蔽。就跟着我，我走你就走，我停你就停，我蹲下你就蹲下。会用吗？老婆，有，给我把把波杀。是。找好了，后半击就能射击。记住了，我朝哪儿射击，你就朝哪儿射击。我要不开枪，你也不许开枪。明白？明白。越怕鬼，越撞鬼。前面是个火车站，不小啊。红梅这是日本人修的，有几个大老美，2塔楼一边一个，一挺机枪，天桥上还有俩，地面上估计还有一个。地儿挺大，我估计屋里边还有人。走。至少1个班，一天点3连机枪，他们应该刚刚占领这里不久，兵力以内不多。大不大？天快黑了。Hey! Who's there? Join Captain at you! Help me! Help me. 明天早上6点半，有列满载的军列从这里通过，所以他们才会守在这儿。是24步兵师的特遣队，这列军列就是给他们送给养。特遣队是个啥编制？一个团还是一个营？他们将近有800人。加强营？他们的长官叫布莱尔，
军衔日中校。虽然只有800人，但实际配备了12辆坦克、8辆装甲车、4门自行火炮，还有18辆卡车。文工团白天遇到的，应该是他们的一个小分队。他们的任务是啥？沿公路快速推进，占领汉江以南所有的主要道路，封锁汉江主要渡口，建立防御工事。这是要包饺子。这并不是美军的惯用战术，应该是针对咱们专门制定的新策略。咱是以营连为单位，向敌后纵深进行穿插迂回。老美喜欢维持战线平整。现在这个特遣队，应该是带轮子的运动战。就是这个概念，以装甲化、机械化的小股部队单点突进，在我们的后方进行大纵深的穿插和迂回，破坏我们的撤离行军序列，在交通要道建立起坚固的支撑点，破坏我们的作战秩序以及建制完整，迟滞我们的行动速度，为主力部队的战略展开和歼灭行动提供条件。也就是说，咱现在就是人家罐头里的肉。你那还有水吗？我这还有。你们带吃的了吗？我不饿。哦，是这儿是吧？咱们在这儿就是浑身使不上劲儿。亮子，哎，有，给他弄点吃的。是。你什么意见？你左倾，你冒进！我告诉你，你别给我乱扣帽子！我没给你乱扣帽子。我们现在最紧要的是找一条最安全的撤离路线。这列专列是干什么用的？它是给敌人输送补给用的。我不管它是干什么用的，从这儿到南最少还有130里地。这是特遣队。对，就是这种特遣队，它不止一个。这些特遣队太扎手了。我告诉你，只要他们建立起补给线，他们就能建立起阵地。到时候咱走不了不说，只怕一个团、一个师，甚至一个军都会被跟着困在里头。看啥呀？找我说点啥？我支持指导员，我们只是一个连队，我们看到的只是整个战场上的一根头发，战略问题不是我们应该考虑的。我们现在首先要考虑的是全连的安全。我们接到的任务是撤离。二排长，你也说两句。干。2票对2票，老规矩，党支部会议表决。李排长，一班长、3班长也在呢，连长和指导员叫开会，党支部会议。好。为什么不干？炸翻他们一列火车，就算只能拖半天也划算。退1万步讲，牺牲了那么多人，这个仇不能不报。别说了，举手表决吧。通过了。赵和，
你的思想汇报啊，还得抓紧写。饿不？我现在不想说话。1年半以前，在南宁，一排长那个时候看我的眼神啊，和你今天差不多。说起来，我现在倒是挺理解他的。大苗不像我，他喜欢音乐，他平时自己会写谱子，配和弦。我离开文工团之前，他已经递交了转业申请。他想调到地方乐团工作，那才是适合他的地方。我要是不走的话，他的申请估计会批下来。可我这一走，文工团没了主官，他就赶鸭子上架了。你在自责？有时候你真的很难知道自己做的选择到底对不对，或者说，你觉得对的，未必就是对；你觉得不对的，也未必就真不对。那你为什么离开文工团？行，不想说就别说啊。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选择有吗？要是有选择的话，大苗就不会来这里，很多人就不用死在这儿了。你知道吗？我今天一直在想，为什么死的不是我？你这么难为自己，什么都改变不了，蠢不蠢啊？蠢，当然蠢。要是不蠢的话，也不至于。算了，不说了，什么都改变不了。我觉得3班有点不对劲。正常，谁还没个七情六欲？我有点担心啊。别瞎操心了，人家党龄比咱俩加起来都长。他一向冷静，今天的事情刺激到他了。要是全连都在咱们眼皮子底下牺牲了，我估摸咱也疯。风归风，事归事，一码归一码吧。人不是木头，那些丫头，风一吹都能渗出水来的，我都恨得牙根痒痒，何况三姑娘呢？那你就跟着她一起疯。我没有疯，我只是有些麻木。痛到极致，就是麻木。我知道你埋怨我没有支持你，其实我知道这么干不好，风险也很大。可我就是想干，我想把他们一个一个脑浆子都干出来。我憋了一肚子的火，不知道该向谁发。我想打人，我想骂人，我想杀人。情绪就是这样，该宣泄的时候就要宣泄，憋得久了，好人也会被憋出毛病。有时候啊，疯一疯，吼一吼，没什么坏处。我只是想疯一疯，不是真的疯了。在这个时候啊，不太适合做出决定。我做的是我自己的决定。换了以前，我一句话都不会多说。可现在不同了。从我决定回来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的命
和你们的命拴在一起了。可他们的命都没了，所以你得坚强起来。你要恢复冷静。你经历了那么多事情，走了那么远的路，你比我更记得回家的路。回不去了，再也回不去了。我到现在为止才开始有一点理解，为什么你们所有人都把这支队伍当回不去了，再也回不去了。他们都回不去了。我从未如此喜悦，沉浸于甜蜜的安宁。飞蛾在黑暗中起舞，却又翩然扑向光明。我从未如此彷徨，徘徊于忐忑的爱情。黄鹂在树梢头歌唱，期待着雄鹰的聆听。我愿栖息在你宽阔的羽翼下，回味岁月的宁静。我愿投身在你熊熊的烈焰里，融化酷寒的坚冰。跨越生死的记忆，只留下你的姓名。穿越战火的足迹，请带上我，携手前行。大苗说，文工团里很多人都知道他喜欢老白，小黄鹂不会隐藏，从来不会。老白他知道吗？这首诗是他写了用来表白的，信写好了，他把它放在口袋里，应该是在等适当的时候，偷偷地塞给他的教导员。所以就折成了纸鹤。这不是纸鹤，是鸿雁。来，亮子给你的，他也给你了。怎么样？不错。你不尝尝吗？不错。嗯。
三姑娘，时间差不多了。昨天太累了，很舒服。走吧，中队出发。他们加岗了，公路上有新兵、机枪点、暗哨，还有铁壳子，线都绷着呢，估计不干一家伙咱过不去。美军还是南军？美军。铁盒咋不动呢？美军专列被炸，应该是没油了。公路巡查很紧，火力搭配很密集，白天肯定是过不去了。要想穿越公路，只能等晚上了。美军的速度很快，后续部队正在昼夜跟进。昨天碰见的只是一个特遣队，现在在这个区域活动的，很有可能是整个第24步兵师。明天南军也会跟上来，他们有足够的兵力，把这里像篦子一样搜一个遍，连老鼠都逃不掉。要等到晚上，我们得在这儿整整待一个下午，太危险了。越靠近交通线越危险，越靠近难走的山区越安全。只要穿越这条公路，我们就离江边不到60里地，一个晚上就都能插过去。我们在美国人的鼻子底下，很容易被闻见味儿。现在，我们需要找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到落脚点。等到天黑，再返回来。往东南方向走10几里路，
有一个老地方可以再用一下。那个地方敌人也知道，知道不代表进得去。4个轮子在那儿不灵光，得靠2条腿走过去。村子里有人，连长，我带些人下去看一下情况。100负责警戒，要200去。3班董朝鲜宇，执行命令。去。是。解除警戒。谁？쏘지 마요. 쏘지 마요. 걱정 마세요, 어머니. 집에 아무도 없어요. 남인 가서요. 아들도 갔어요. 他说啥呢？他说他家里没有男人了，他男人走了，去军队了，他儿子也走了，也去军队了。村子里已经没有男人了。 갔어요. 괜찮아요. 일어나세요, 어머니. 저희는 아무도 데려가지 않을 거예요. 걱정 마세요. 없어요. 우리 상과 김씨는 들릴 수 있어요. 그러나 거기는 없어요. 장혁한 사람이 없어요. 걱정 마세요.哎，这样太危险了，他们见过我们。如果美军搜索这个区域，他们会暴露我们的行踪。好好干你的活，用心点。真笨！你用力的时候，胳膊要放松。劈柴劈柴是劈成块儿，不是砸成沫子。差不多得了。 我是战车兵，又没学过砍柴，说的挺简单的。来，你来。你呀，就是思想改造不彻底。放着，我来。
来，给我挑块大的。挑块大的是吧？我给你挑块大的。嗯，起开！同志们，加把劲啊！哎，高处一共布置了4个暗哨，来小心点啊！算上木头一共5个。但咱半夜就撤了，用不着这么密实吧？密实点好。走的夜路多，越来越怕鬼。老美脑子活，打起仗来可比鬼子机灵多了，稍微有个空就能钻过来。人家火力又猛，枪一响，炮弹就能飞过来。咱也不差。现在不像过江那会儿，大家都蒙着，打糊涂仗。那个时候咱还能占点便宜。现在可不能指望着老美再犯轻敌的老毛病了。咱就干吧，当面锣对面鼓，就不信干不过他们。干什么干啊？你们俩听好了啊，这些暗哨是全连的眼睛，是最后一道保险锁，千万不能马虎，听见没有？咱一排都是老兵，你放心。还剩多少铁丝网？命令，把村子周围给我围一圈，多设点半雷。去吧。是。抗大还教这个？陕北高原上面没有煤，也没有汽油，家家烧火做饭都得靠柴火。这些活计只要不行军作战，人人都得会做，不光我会，八爹也会。原先听说你们官兵一致，我还以为只是穿衣服一样的。不稀奇，八爹不光会劈柴，种地也是一把好手。伺候庄稼、种瓜、种菜，拿起来就干，干得比谁都好。边区有一年搞种菜比赛，他还拿过第2名呢。第2名，第1名谁啊？周总司令。谁？同志们，加把劲啊！哎。谁呀你？哎呦，咋的了？网子呢？扔了。你再给我说一遍。不是那玩意儿死了，不是铁峰，人老美用撤了，咱们扛着翻山越岭又不方便，我扔了。谁让你扔的？谁让你扔的？连长让扔的。出发的时候，连长说多清楚啊！人说轻装上阵，轻装上阵，粮食都只带几天的份儿。不是我带铁蒺藜干啥呀？咋的了？你急的呢？你咋不把那宝贝罐头给我轻装了呢？别老拿我罐头开玩笑。多大点事儿啊？是不是连长又要了？这事你先别慌啊。不是，咱们排不是没带吗？人3排带了，啊。滚！还。哎，小心点别扎着。死沉死沉的。排长。这一排长纯粹欺负人啊！他凭什么给咱下命令？他也是排长，你也是排长。他一句话，咱们就颠颠的上赶着，又出东西又出力，连个客气话都没有。你瞅臭鲶鱼那个臭德行，要不是他们一般把东西扔了，哪有今天这出？弄得他反倒像是立了头等功似的。东西都搬来了？没呢，还有一批。全都搬过来。外部是2道，中间挖条沟。就带几个钟点，至于吗？咱们费了那么大劲把他们拉过来，让一班自己去扛。眼见天就要黑了，咱们现在不是安全地带，多一道防线就多一道保险，快点。
为我挺不过去了，当时伤得不重，就是怕发炎。后来啊，我们排长看了看我，让瞎子给我找药，找一种叫磺胺的，就是一种消炎药。你们排长原先是我们队长。不是，哎呀，我记岔的了。我们那排长不是现在的排长，我们那排长啊，这当时受伤了，所以3湾姐才当了我们的排长。是3排长？对，就是现在的3排长。哎，别说啊，你俩还挺像的。他是那边的人，你俩都会说洋文，都那么洋气。当汉奸的人才会说洋文。我不准你那么说我们排长，我们排长才不是汉奸呢。我们排长是战斗英雄，他干倒过3辆坦克呢，怎么就成汉奸了？又没人逼你说。我不是这。你别在意，他是冲我，不是冲你，更不是冲你们排长。当时我们晚上睡不着，我们又是一群胆大包天的孩子，大晚上趁着老师们都睡了，就翻墙头爬出去，沿着山路疯跑，一直跑到杨家岭上头去玩。陕北没有电灯，一到晚上到处都是黑漆漆的，只有杨家岭上彻夜亮着灯。没人管你们？有啊，保育院的老师们对我们都很好，只不过晚上累了，睡得迟，我们就跑出去了。我年纪最大，兰兰比我小1岁。哼，这2个小姑娘。兰兰可不是小姑娘，她是男孩子。你别打岔，我没说完呢。你说。我们夜里跑出去，跑到杨家岭上去疯跑、捉迷藏，烤白天藏起来的苞米，那可是杨家岭。警卫团的暗哨其实早就发现我们了，但不是敌情，就没有管。后来是中央管理处的人接到电话，才把我们抓回去。挨训了？才没有。后来我们去了书记处的会议室吃烤红薯，直到保育院的凌院长亲自过来接我们。其实我们排长真跟你挺像的，他会吹口琴，你会吹喇叭。那不是喇叭，那是小号。小号？这是小号啊！这吹起来比喇叭好听多了吧？你看啊，这个是号嘴儿，这个是号管，这个是调音器，这个小号呢，它有很多种音调。像我现在吹的这个是降 B， 如果我要跟钢琴一起合作的话，那我就要升2个大调。回去以后你能教我吗？可以啊，但是小号吧，它学起来没那么容易。你首先得练气，然后呢，我教你认谱子。回头呀，我再教你几句英语单词。啊，行。我们还能回去吗？回得去，当然回得去了。我以后得让我们排长叫我杨文，你得叫我小号，哦。你说你爷爷中了秀才，然后呢？不是秀才啊，是光绪30年，甲辰科进士。过了1年以后啊，朝廷废了科举，他们那一科是最后一科，真正实受任官的只有那么少数几个人，
都是西学学得好的。我爷爷在北京待了2年，对时局彻底失了望，就回了四川。当时有些人在成都发起了游学预备学堂事务，他也报了名，但是他并不是为了出国游学，只是为了看看西学到底是什么样的精深学问。后来呢？乱世求学，哪有那么容易啊？咽不下这口气罢了。我爷爷在学堂学了几年，西学没弄明白，倒是因为他的国学底子厚，被学堂看中，当起了教书先生。直到保路运动爆发，他跟他的同学、同事都上了街，参加了保路同志会，被赵尔丰的兵用枪把把锁骨都打断了，到现在肩膀上还有个坑呢。那算起来，也是老革命了。他对革命2个字是深恶痛绝的。我父亲当年要离家到广东考军校，被他关进祠堂里面抽了20大鞭，之后给我父亲定了门亲事，就是我母亲。当时就在我父亲的婚宴上，当众立了家训，成家之后不得踏出家门半步，除非生个1儿半女，否则不会让他走的。你父亲离开后去了哪里啊？先是上海，报考了无线电学校，后来就有好多警察来家里边找人。我和我娘才知道我父亲他出了事儿。我7岁那年，他突然捎了一封信回来，说是和一个姓李的先生去了东北，他死在了老爷岭。日本人砍掉了他的头。46年，我去过牡丹江，曾经去找过他的坟，可惜无论我怎么找都没能找到。所以高小后我报名参军。我爷爷虽然心里不愿意，嘴上终归没说什么。怎么了？接着说。这什么呀？伞兵？就是伞兵。之前俘虏那个算吗？那个是飞行员，属于空军。美军的伞兵属于陆军序列。确实是陆军，郭汉江之前发的册子上写着呢。美军的伞兵又称空降兵，其实就是用飞机投送的步兵，以连为基本建制。一架 C-47运输机可以运输1个排，3架运输1个连，向指定地点投送1个团的作战需要30架飞机。那刚才飞过去的，是送伞兵的飞机吗？应该是。有多少架？从声音上判断，应该是1到3架。能干什么呢？1个排，不是，最多1个连，还坐飞机来，想干啥？战略层面的空降作战，投送兵力至少是1个团，但投送的地点应该是我军的后方，交通要道，投送应该是1个排或者是1个连，而且是交战的区域，但只有1个可能：特种作战。特种作战就是以小队的方式对目标进行干扰和攻击，属于战术层面的空降作战，有点像游击战。这老美是想学咱们。我想明白了，估计是咱们今天早上伏击了运输补给的军力，敌人觉得这个区域不安全，猜测有咱们的小部队在这片山区活动，就把这个伞兵派来了。小宝，集合1排，搜山。是，全体集合。我觉得黑着天未必能找到人。能不能找到，找了才知道。连也好，排也罢，总不能放着不管让人打过来。就算是真有，那不管是1个连还是1个排，那得多少人？从那么高的地方跳下来，谁知道飘到哪儿？总不能说1个排捆在一起往下跳吧？你懂啥？醒醒，排长，嘘，快点，
把大家叫醒。出啥事儿啊？快！起来！集合了！起来！醒！起来！集合！快！集合！起来了！快醒！快！起来！集合！哎，班长，又出啥事啊？废什么话！排长命令，2排集合！快！集合了，快！排长，快从村子后面撤出！是。不要走门，走这边。走。快！以战斗小组为单位，迅速撤离村子，注意阵型，不要掉队，不要密集。连长，云齐了，警戒哨报告情况了吗？派人去问了，还没回来。还没回来，我去看看。散开！不走！快走！速度快，走！快！辽阔远征，风起长战迎风，青春似火，热血歌声，纵横沙场的旋律，那是凯旋的冲锋。排长，我带人进去搜一下。你熟悉地形吗？手榴弹，满山搬来。是大头！停止射击！200米达警戒，清点伤亡人数。排长，枪声停了。 8班向2翼放出警戒哨，7班、9班准备射击。机枪和掷弹头设置在那里。是。班长，什么情况？排长，皮特尔，报告伤亡，1班4个，3死1伤，2班7个，4死3伤，3班4个，2死2伤。大坤子，大坤子咋了？没了。赵和刚才就建议立刻撤出村子，转移。转移个屁！大成，听我的，咱们从这儿撤出去。5分钟不到，连个人毛都没看着，就伤亡了16个人。2排、3排部署阵地，1排能动换的跟我走，老子倒要见识见识，这个伞兵到底是长了3只眼睛还是6只手？走！到底伤亡没有？中了没有？
命还真大。啥意思？擦破9块皮，连轻伤都算不上。这不是你的血。站住！你要去哪儿？找连长跟天放。你去找2排长，看看2排的情况。我是1排的兵，那你就不是4连的兵吗？行，我服从命令。告诉赵和，不要擅自行动，听候命令。不管发现啥，都留点神，别轻易举动。回去给我！石头，背他回去。是。这伙子老妹有点邪乎，大家一定要倍加小心。是一班长。谁都不许开枪。是莫辛纳甘，咱们的人。3排交上火了。支持正义！去，找人去看看一班长。其他的人，跟我进去看看。给我一支波波沙。
安山，开城。排长，没事吧？没事。你呢？我也没事。娘的，这帮鬼子邪了门了。看出啥来了？怎么样？没中枪吧？中了，吓死我了！可惜了，应该还能是。军衔最高的是个中士，看着人好像不太多呀。也可能是还没完成全建制集结。齐班长，按照原先的命令，封锁树林边缘。 任何对不上口令的，都可以开枪射击。是。其他的人，跟我进去看看，注意四周，跟紧我。凡是我脚没有踩过的地方，尽量不要去碰。参谋长，我和指导员汇报一下情况。栓子，活着岗位上。他受伤了。隐蔽。口令。安山。 海城，三排在树林边缘布置了阵地，他们从侧翼进攻，被打了回来，打了4个，伤了1个。他们往哪边撤了？他们有迫击炮，按照正常来说，不应该背着弹药箱到处乱跑，埋藏弹药的地方不应该超过300米。 卫生员，处理伤口。好，坚持住。来个人帮忙。姚热莲，哟，清理伤口。好，陆立新，过来。按着他的手，按着他的手。 人渣，没大事。你这个就是稍微大一点的口子，只要扛过了发烧和感染这一关，不出1个月，我保证你活蹦乱跳的。卫生员，有，快过来！来2个人。袁平，你给我过来。
陪他说说话吧，让他睡得舒服点。失血过多，血压太低了，现在没处给他输血去。连长好！哎，我给你敬礼呢。连长好！陈天豹有什么事儿说？我没事啊，我不说了我没事吗？哎，有事儿。我说，就咱俩那点事儿呗。你现在是连长，你说啥是啥。你下的命令呢，我都听。但是呢，你可以随时叫停，你叫停我就停。不信你试试。你说完了吗？第一拳，大罐子。刘洋，小贩子！都疯了！这俩玩意儿肯定想明白了才打的，要真疯了，那还打啥呀？要不你拿一下子，这事儿也就你能管。他俩的事儿，别人劝不了，心里的疙瘩总得解开，让他们打吧。打吧。Lieutenant Thomas? Yeah. Second Lieutenant Webster, we're here to support you guys. Good. How many of you are there? 35 of us. We got 30 cal, bazooka, mortar, and bar. Good. The Chinese enemy is across the road and a mile up. We are none of them. We should be able to wipe them out. But, Lieutenant, the ferry is just 6 miles away. Our mission is to take the ferry and set up best cup. No. The Chinese have to cross the pond to get to the river. We'll take the ferry after we kill every last one of them. That's a direct order. Do you understand? Yes, sir. Move out. Everybody! Follow me!还打吗？关大头，张某人，3代务农，1947年12月参军，会师掷弹头，当了炮手组长。人家外号叫大关子，只有你管人家叫大罐子。那是我们整个4连正看着一个那个粮库啊，上面贴着各种各样的封条，都写着我们4连脚步。然后我就整个坐那个那么大粮库，我就坐那个正门口正中间，我就看这哥们晃悠过来，
然后手里边捧了一个得有这么大个儿一个罐子，走到我面前，哥，把你两人裤里面那高粱米填到我罐子里，只要你填满了，我命就是你的。待会儿给我整一愣，这哥比我还猛呢。一罐高粱，一条命。哪有啊？还有8亩地。你们这种人，压根儿就不知道我们为啥打仗。你的入党申请后来又写了吗？没有。为什么？不知道该怎么写。大苗和我说过，说你的思想汇报和申请书写得特别有文采，特别工整。人都想证明自己，有的人用语言，有的人用文字，有的人用行动，可有的人是用他的命，他的血。我呢，以前挺瞧不起他们的。我觉得他们土，他们糙，没文化。可现在挺瞧不起我自己的。如果不是因为我，他们也不会牺牲。他们不会这么想的。我就是觉得自己特别没有用。其实我也觉得我挺没用。教导员说我没用，我不服。我一直都觉得我的战场不在这儿，我的武器也不是步枪，不是冲锋枪，而是音乐和影像。我喜欢你吹小号的样子。音乐与音乐的力量，电影有电影的价值，但是这一切都是有前提的。你知道我为啥带这些扣子吗？我们这些人啊，走到哪儿买哪儿。我把他们带身边，是想记着他们，不想忘了。这个给我吧，这个给你。现在，我这条命也交给你了。如果我牺牲了，记着多带一颗扣子回去。我不要你的扣子，我要你这个人。这是命令。现在距离汉江边的城隍塘渡口还有5里路。整个汉江以南全部都是美军。如果敌人占领了这个渡口，会把很多部队都堵在南岸，
弓箭指的歼灭。我们炸毁了军列，拖住了美军特遣队朝这里进攻前进的步伐，这才引来了反兵。他们认为我们挡了他们的路，他们只是没想到我们会炸毁军列，甚至不惜暴露我们自己的位置。敌人的特遣队正在朝着汉江渡口挺进，为了阻止他们，我们昨天早上炸毁了运输物资和给养的军列，但我们也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我们牺牲了42位战友，他们把血洒在了这个地方。我们失去了连长，我们失去了指导员。沿着路朝江边走，朝渡口走，可能会找到船。只要过了江，到了北岸，我们就能突出重围。另外一条路，我们掉头往回走，找到那些狗娘养的，那些背着降落伞从天上跳下来的混蛋，那些自以为他们可以凭借着先进的技术和装备，凭借着钢铁和石油，凭借着军舰、大炮、坦克，就可以把我们当作蝼蚁和猴子来践踏和碾压的蠢货，为连长报仇，为指导员报仇，为我们牺牲的战友报仇。现在，我把选择的权利交给你们，你们自己选择。赵和，你疯了吗？指导员要你当连长，是因为他觉得你有能力把我们大家安全带回去。指导员让我当连长，那是让我把连长没有干完的事情继续干下去。昆生、二虎、亮子还有木头，指导员还有连长，他们都回不去了。我现在要做的，就是让他们牺牲得更有价值。这不像你了。你们为什么炸我车？我错了，我害了全连，你满意了吗？来，你们接着听我说，你负责。我换一个问法，连长，他为什么要坚持去炸火车？你们认为他喜欢打仗？他闻到硝烟味就兴奋。你们觉得他错了？你们那些投票支持他的人，有几个知道他内心到底是怎么想的？你知道吗？汉江以南还有成建制的部队，来不及过江的现在还有很多人。后方的交通道和渡口，对所有人来说都是生路。他为了给那些人争取时间，他为了给那些人留下生路，他才去炸的火车。